大家好，这个视频呢，想聊几句关于富士新出的 GFX 100 Mark II 这个相机。那么今天下午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一直咨询我说这个相机新出了这个相机问我就是关于对这个相机的看法。那么我也给他讲了老半天我觉得还不如就是录一个视频如果他想起来就可以再看看，对吧？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看这个视频。那么我呢，因为是摄影师不是器材评测师，所以呢，就是我对这个，就我们对器材的一些看法呢，可能跟专门做那个器材评测的一些朋友呢，观点是不同角度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先跟大家说清楚那么首先呢，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呢，就是我当然觉得呢，就是富士呢，它就新出了这个 GFX 100 Mark II， 对吧？就是在原有的那个基础上呢，它持续的进行了更新了。那对整个摄影的这个行业来讲呢，这当然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是吧？因为起码你还保持着一种进取心吧，是吧？但是呢，就是这台机器呢，就是我看了一下以后呢，我个人觉得呢，就可能买的人就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说，你真的就是一个富士的这种粉丝嘛，是吧？你非常迷富士不管是这个富士这个相机的历史，还是富士相机的过去的种种的传说，对吧？就你很喜欢这个品牌我觉得就是你会去购买的。第二种呢，就是你已经就之前可能你买过就是这个系统的这个之前的一个相机，那么你看了一下有一些进步，对吧？那或许呢你会去买的，因为你之前的一些镜头什么的你都还在，是吧？所以你可能就给它升级一下，我觉得这种也是有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它真的呢，就是它对这个1亿像素呢它有这种需求就是对这个拍这个1亿像素有这种需求那就是具体就有哪些对这个1亿像素有这个需求呢？就我一下子我也没想起来反正我个人来讲，就是我觉得现在5000万的像素我也够用了，或者是3000万的像素我就够用了就是在目前的这个商业摄影的这个时代我觉得那么就这个相机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些缺点呢我觉得最主要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 CMOS 的这个尺寸嘛，对吧？是虽然它宣称就是它一直说是中画幅但是我们就是摄影就10几20年的人吧，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对中画幅这个纯流的概念呢就是觉得这个44×33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呢还是一个比较阉割的一个中画幅的这种尺寸，对吧？就它跟全尺寸的大尺寸的这个中画幅拍出来的相片呢，其实还是有我觉得还是差距很大的，是吧？那么但是它的价格呢它就是它新出这样的一个相机呢，它也要5万多，对吧？比起之前的一些什么宾得 645Z 宾得 645D 哈苏的什么 X1D X2D 还有那个
徕卡的什么一些中画幅的这种相机吧，也是44×33D 的。其实画质上除了像素，我觉得有一定的进步但是画质的本身呢，其实相差呢是不是很大的，对吧？当然了，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认为在这个对焦的方面，它是有一定进步的。那这个呢，因为我没有就是具体摸过这个对焦的这个系统但是我个人使用下来呢，就是我对之前的这些44×33的这些相机我使用下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拿它跟就是645的一些系统去比呢，中画幅的系统去比呢，它的速度其实还是就这样吧，对吧？就是一个中画幅的速度，跟就是全画幅的相机跟135系统的相机画幅去比对焦的速度，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比较的，对吧？所以就是即使它的这个速度的就是加快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就是有限的一个幅度里面，当然有增加一点也比没有增加要好，对吧？话是这样说的。那么同样的就是说5万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售价呢，就5万多人民币嘛，差不多折合是在7-8千美元左右吧，是吧？7-8千美元左右就是这个机器呢，它的问题就是44×33的这个系统呢，我们去看看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机器，包括它自己前面的那些机器，就是它的这个机器呢它的保值率就很低，就是你用个1年半载2-3年，可能这个机器的这个剩余价值就非常的低就是它在那个二手的市场里面吧，就是大家需求的也不多，然后呢就是损失呢也是比较大的就是我觉得相反呢，就是看一下那些全尺寸的那些数码的中画幅的相机呢，反而就是它的使用，就是二手的市场的这个使用率这个幅度是吧它保值率还是很高的。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一点，就像那些什么康泰时645是吧？康泰时645，还有那个什么马米亚的，对吧？一些这个645的，就主要它的原因呢，还是就它真的在一个画质上它有一个质的飞跃。那如果说真的就是注重画质的这种摄影师来讲呢，使用者来讲呢，那么可能还是会去考虑这样的机器，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其实在就是这样的一台便携性的，我们说是吧，像这种微单式的这种中画幅的相机，我们的脑海里面其实往往我们想的是什么？是一个像马米亚7系列这样然后有一块就是全尺寸的这样的一个数码的版本的马米亚7系列的这样的中画幅的相机，是吧？这个是我们大家其实一直所求的。那我个人也觉得呢，这个其实有市场。像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相机呢，我觉得在1.5万美元左右的话我觉得我是会入手的。我相信我身边周围也有很多人会去入手就是这样的一个相机。当然了，可能就是这个真的有这样的产品的话，那这个价格定位可能 hold 不住，是吧？因为我认为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芯片它的这个完成这样的一台相机的这个成本，它的市场定价肯定不会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价位，对吧？可能要上3万美金或者4万美金这样是吧？我觉得才有可能那么很多人就说他说这个现在这个富士这个相机呢，它有一个新的这个卖点，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这个摄像的功能，对吧？就是
有这种4K 的一些功能。那我也看了一些它主要的一些参数吧。那首先当然是这值得肯定的是吧？就是说你有这个相机，你说你拍照也行你去拍视频也是可以的但是同样的呢，就是从我的角度呢，我还是这么觉得的，就是说从摄像的角度来讲，就是我更肯定的是一种，就比如说你说 A7S4 对吧？索尼的 A7S4 索尼的 A7S3 就是这样的一种以那个视频为主的，对吧？然后以视频的画质这种感觉为主的。那么当然了，就是中画幅它肯定在拍视频当中，你说它这个景深感是不是会稍微好一点？这整个画面是吧？那我看了它这个呢，就是它有很多这种裁切这种格式。我个人的分析不一定说的对，就我认为它就是有这样的裁切那样的裁切，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它主要这个相机它不是为这个拍摄视频而设计的，所以呢，考虑到这种如果一个什么样的尺寸拍摄视频这种设计呢，会不会发热或者减少拍摄的时间就是它要设计的时候，它要考虑这个问题。就像大家看到这个相机，它有一个什么散热的一个什么风扇是吧？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机身上，给它装在后面，就是让去散热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它能拍视频，我觉得是可以的，对吧？也能拍出一定画质的。但是你说能不能就是把它应用到一个商业价值，或者说一些就是说因为你现在不像过去了，是吧？你现在就是，如果你好几年以前你一下子出来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肯定的声音是很大的。因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其他的微单就不光说索尼了，你像佳能、尼康，这些他们包括松下吧，在这种就是相机拍摄的这个时代，已经更新迭代了许多的产品，就这一块市场其实已经很成熟了。然后你这个格式的这样的一种视频呢，就是说并没有就是特别的就是有一个醒目的这种方向，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的，就是说现在就是像这些厂商呢，他设计这个产品呢，我觉得他不惊艳，他不是说盯住一头去做，是吧？如果你是你说你盯着画质就像我前面说的有一台像这样数码版的全尺寸的马米亚7系列的这样的一种相机，对吧？那有这样的画质然后那大家我觉得就是说它有一个亮点。你说拍视频，那么索性就是你把它就是做的优化。你说我就是有一个中画幅的底子，然后我就是能够其他的拍摄视频出来这个能力就能达到你是要像那些什么索尼 A7S 系列这样的一种视频机，那我觉得它或许也有一定的市场。再或者你像比如说徕卡出的这种黑白的相机，是吧？就是我把这个线路就是我去给它做好做强，就是你要做出特点来。就像我比如说录这个麦克风大疆这个麦克风，虽然它比市场要贵一点，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在配对在操作体验方面工业设计方面就整体的这种实用性我觉得还是 OK 的。那我就觉得它有特点，我就会去购买，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了，这是个方向的问题，就是可能就是一旦要那样去操作，设计一种那样的方面的这种机器，可能又是一个大的工程。厂商可能还是希望就是就是这个那个功能加一点，那个功能加一点，在原有变化没有那么大的一种基础上，对吧？就是能够更新迭代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好，反正这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吧，我个人的一些观点谢谢。